这次我们13个人分别从台湾跟神户出发，用自由行的方式挑战日本冬季超著名的藏王树冰加滑雪行程。但在雪季旺季要顺利看到树冰、搞定交通、住宿跟吃饭，其实没有那么容易，尤其是在藏王这个地方，如果你交通没有安排好，下飞机之后光是转车等车就要浪费大半天，住宿选错位置，每天光是移动就要麻烦死，更别说如果你运气不好，挑错时机上山，可能看到的只是白茫茫一片。这次朋友们有着各种不同的需求，有人要滑雪，有人要看树冰，有人要泡温泉，有人还想要观光，但只有5天4夜的时间，我是如何安排尽量满足大家的？除了最常见的搭铁路与巴士，我会带大家看一个很少人详细介绍过的藏王交通安排，就是包车加自驾，超适合我们这种需要很弹性的多人自由行。接下来就带你看看我们是怎么在这趟旅程里顺利冲上藏王山顶，在几乎万里无云的天气下，看到这形态长得超完整的树冰雪怪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eo。现在排这个上去山顶，不确定到底是边排队边买这样。我刚刚问他是叫我先排的，先排队。对，然后我们先买的早鸟票也还没换。然后你们没有票的也还没买，所以有点不太确定到底要怎样。而且它照时间来讲是还没开放，可是一直往前动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先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日本3大著名树冰之一的藏王树冰会这么有名。树冰的形成原理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介绍过了，我这边就简单说，树冰其实也就是雾凇现象与雪的堆积，并不是只有藏王独有的，但就是因为这个位置的地形、气候、树种，再加上观光交通配套的完美组合，才能成为规模最大、形态最壮观、树冰长成像雪怪一样的景点，是全球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冬季奇景，所以大家才会这么想来看。但是网络上常见的说法是，每年12月底到3月初是藏王树冰的观赏期，其中又以1月下旬到2月下旬最为壮观，是最佳的造访时机。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？我给大家看我从日本树冰学会全国大会文献中整理出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间在藏王实际观测到树冰的数据。文献图表很复杂，我用简单的动画与表格跟大家解释。首先，橘色横条代表是在冬季每年实际可以看到树冰的期间，你可以看得出来哦，实际树冰的观赏期其实每年都很不一样。10年中有6年实际的观赏期都远短于我们刚刚讲一般定义的观赏期。更夸张的是，中间还可能因为条件不足而完全崩坏。10年中又有5年，树冰在所谓的最佳造访时机发生完全崩坏，所以只能说1月下旬到2月下旬是几率最高的期间，但完全不保证看得到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常说看树冰很看运气、看人品。就算你的旅行期间刚好对上树冰实际有长出来可以让你看的期间，但你有可能因为天气的因素而看不到它。原因是树冰本身就是需要在严酷的冬季条件下才能形成的，包括强风、低温、大量水汽跟降雪。这些条件本身就经常伴随着暴风雪、大雾，造成白茫茫一片，所以其实能见度很差才是这个期间最普遍、最常见的情况。这边给大家看这个雪季2025年年初整个山形县的天气历史数据。1月的话，完全晴天只有2天；2月的话，完全晴天只有4天。为什么我只看完全晴天的数据呢？因为这是整个山形县的统计，实际上藏王山顶的天气通常会更差哦。所以除了排除缆车停驶、上不了山的状况之外，大家还是可以抱着能站在树冰旁边近看树冰，感受那种身处雪怪旁的气氛，不求一定要看到整片的树冰，这样最低的心态跟期待就好。毕竟我们一般外国旅客去的日期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能不能看到更美的景色，其实就放宽心胸，交给当下的运气咯。但虽然这样说，我们这次还是有用一些工具，刚好把握到完美的天气上山看树
冰。这边推荐大家几个工具去做判断。第一个是 Snow Forecast App， 可以看到特定的雪场、山脚、山腰、山顶的天气数据。因为山顶天气跟山腰、山脚常常会差很多。举例来说，这次啊，我输入藏王温泉滑雪场，英文搜寻 Yamagata Zao Onsen， 再点山顶就可以看到山顶的天气预报。第二个推荐大家的是查能见度的网站。这个网站的免费版就可以看当天当下特定一个山顶5个小时后以内的见晴预报。比如说搭配 Google 地图找到藏王雪场山顶的山峰，就可以看到藏王山顶的能见度观测数据。第三个是藏王缆车的官方网站，可以看到缆车运行的情报。毕竟如果没有运行，你也上不去。或者你也可以上藏王缆车官方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， 他们都会发当天宿冰跟天气的状况，虽然没有每天发哦。当时前一晚我们抵达藏王时，我看隔天2月15的预报是大晴天，当下我就果断告诉同行的大家，隔天一早我们一定要早起上山，就如我们后面教练告诉我们的。听大家讲说是这种天气很难哦。对啊，这2个月以来第3天。对哦，这1点云都没有，通常都还会还有1点云。藏王的见晴率真的很低，只要看到蓝天，务必赶快上山顶看宿冰。决定要上山之后，接下来重点就是买票。很多人搞不懂雪票跟缆车票的差异，我先帮大家厘清一下，其实没有那么复杂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在有雪场的地方，雪票就等于滑雪票，也等于缆车票。通常买了之后就可以去搭雪场的所有缆车，但有些缆车会特别开放给不滑雪只观光的人搭乘，通常是可以往上又可以往下的箱型缆车。吊椅式缆车通常只上不下，而且没有滑雪装备搭乘也不适合，因此有些雪场会单独贩售特定的缆车票，通常我们会称它为观光缆车票。这种票你就不能滑雪，只能观光。藏王这边的观光缆车票虽然可以分2段缆车购买，但我一律建议大家直接买到山顶。我认为最美的景色都在山顶哦，来都来了，不要省这一段。先让大家看看我们当天，因为24、25雪季，当年度藏王这边观光票的购票制度是新的，我们有些人有提早先买雪票，有些人没买，有些人不滑雪只要观光。先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下对整个流程很疑惑、很混乱的状况。实际经过这一段，加上我回来做功课之后，如果新的年度整个购票制度没有改变的话，我会在后面整理一个最正确的资讯给大家参考，希望让你去的时候不要跟我们一样，可以更顺利。我们在那个完美型的平台有先买早鸟票，这个站的旁边，在旁边这里，中间这一颗机器不用等开门就可以换，它就在室外而已，就这里。然后像我们有买这个嘛，它会有一个 QR code， 按发行，然后直接扫，就是什么都不用按。早歌海外，大人。但如果没买票的话，还是不知道要怎么买。我们这边排队的道路是分右边这边是要买票的人，然后左边这边呢是已经买票的人。我们要用信用卡吗？所以我们对啊，这没有那个雪票。那要哪？来回往返树冰还是地藏山？山顶，我完全不知道规则是怎样，不懂。你看一下他可不可以点雪票？没有。好吧，那你就知道买来回。你不知道刷卡吗？对啊。那个对。差不多3万。哦，那你就是先少买啊，先少买1张，3万不能刷，太鸟了吧？也发太慢了吧？我叫你们要再多买雪票。好了，算了，都已经买了。来都来了，对啊，你就不要想这个问题。这群人都不听我话，先买。哎，别怪我，我都说可是先买派。对吧？先出去再说。刚排买票全部跑这边来了。对，先排这边。不是先排吗？哦，你也是网络买的，对不对？但那个是也可以。你画好了，看那个也可以打。可以打这个，因为它这开放8点半其实是都可以用的，它只是现在卖票是卖观光的而已，它8点15才会卖雪票。钱等下再算。这是观光的而已。这间就是买雪票的，没错。然后因为我们刚刚已经额外买了1张4200的缆车票，所以我们再看看可不可以把那个换掉。这是它的价钱。観光のチケット買える？本当？可以。哎，你的票给我，可以换，快点！票。そう。
非常的厉害，我们的日文单。每个人哎那什么，赞哦赞哦，耶，成功！还可以换呢。他退我们钱，然后再重新刷卡。对。哦，那这样吃多少钱？一日是7500，我们买6000啊。现在差不多8点37，然后已经排到路口了，停车场绕一圈哦。对，排这么长，所以还是要早点来啊。没错，照刚刚讲的，学长说的对。终于快要到了。哇，这光没有，我们摄影师，另外一个摄影师，妹子拍照找他，然后我要排队，我现在已经排到，他说还要排队，排到排不下来，真的假的啊？真的。我等下你嘞我给你看，只拍女朋友。哦。它这边有优先通道哎，然后我看旅行社他们都是走这边，所以会一直有人排到我们前面，就会拖更久。我们7点半来排，现在已经快9点半了。而且我看缆车超久。对啊，你要查到快速通关票，可是不知道去哪里买。但这感觉是要提早预约，可是这个人2月6号才刚来。跟他说，直接官网买。对，官网来查一下。官网购票可以不用等。然后他说什么了？会开放一个礼拜后，线上预订套票购票才会那多少钱？优先券吗？对，哦，它只有前面这一段而已哦。随便先点18号。才1000而已哦。哦，不便宜。不知道怎么那么便宜。优先券1000块日币啊，要提早预约，现在都没有了。我们可以约到我们要离开那一天。大家可以注意出入口的右手边墙上，你可以再次确认当天3个站点的天气状况，特别是世界和积雪这2个，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当天运气有多好。视线良好，加上将近3米的积雪。右边就是优先通道，完全没人哎。对，这个才是 round trip， 这是5000。但他收到。对啊，5000这边买多少？4200，差800而已。大家如果要来的话，可以提早1个礼拜预约这个。对，如果买得到的话，少等很多了。我们等很久了，现在9点40。我们等2个小时多了。现在10点，终于看到缆车口了。各位累了吗？超累。我想上厕所。我也是。超慢的缆车，这种观光地，然后坐这种缆车，山顶在那边哦。他们优先通道的线，好羡慕哦。就有些有时间，有些没时间。终于轮到我们了，大家都累了。等一下还有第2段，它第2段是6人座的那种，就比较快很多。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滑雪的人，就可以搭到那边再打那一台，就会比较快。It takes about 7 minutes to the Hyogo. 好，相信大家一定跟我们一样觉得很乱，对吧？马上帮大家整理，从藏王山路站到地藏山顶站的4区间券，2024-25学期开始开放线上预订以及优先票，票价如下：一般的观光票是4200日元，那如果是观光优先票，则是5000日元。有几个关键的规则与建议要特别注意。第一，优先票开放7天预约，请在你想去的日期7天前的日本时间00点抢票。第二，优先票只有第1段上山有优先，第2段以及下山的2段都没有。第三，不管是什么票，网购的还是在巴士站买的套票，到现场都必须在人工柜台或是自助机台换纸本票券。现场当然也可以买，但你就是要多花时间排队买票，而且也没办法买优先票。第四，第1段缆车观光客与滑雪客并没有分流排队，第2段的话排队有分流，但是搭乘并没有。第五，滑雪客如果已经买了雪票，可以直接用雪票上山观光，或者一样先由网路抢预约加1000日元购买滑雪客专用优先票，这2个加起来等效于一般观光优先票。最后，除了我帮大家整理简易化好理解的流程之外，如果你是位滑雪人又没有抢到优先票，跟我们一样遇到假日又天气超好、人潮超多的时候，我建议你就不要来排山路站的第1段缆车了，因为你看藏王官网缆车的数据，第1段山路线它用的是大型53人缆车，2台车交互上下山，理论上每小时只能运载364人，实际的情况我觉得会
会更少。这个运载量远输雪场其他大多数的缆车，所以这一段排队的时间才会这么长。依照你刚刚看到我们实际的排队经验，我把排队动线还有时间点都画出来。如果你去排队的时候看到排到已经绕过这个小的售票亭，代表你很高几率一定会排超过1个小时。所以你如果是会滑雪人，我建议你用2个更快的方式上到树冰高原站，也就是所谓搭乘第2段缆车的位置，直接再往山顶走。第一种方式是8点半就可以开始从横昌23号缆车一直转搭26、27、28号缆车。这条路的话，缆车与缆车之间转接的雪道相对短，相对没有那么平，所以转接会比较快一点。我自己这3天实测下来，搭缆车加滑行加走路大约是12分钟。第2个方式是8点15就可以从中央3号缆车一直转搭12号、17号缆车。这一条的话，平坦的雪道比较多，而且蛮长的。如果是单板新手，我不推荐你走这个。这条一样我自己实测，搭缆车加滑行加走路，总共花费59分钟。2个方式最快都大约9点15就可以到2号缆车这个位置。关于雪道跟缆车，我这边就不点给大家看。有兴趣的话，我下一集影片上的时候大家再去看吧。都没有。 Slope averages an intimidating 38 degrees 有滑的痕迹啊。 and is only for top-level skiers and snowboarders. 真的 For 感 that 受。 slope, 你还 to 试 your 试啊？ right, the 我一定会 other 去 far 试啊， right 我应该也 steep 是推 slope. 下来。樹氷高原駅到着です。Thank you for taking today. You need to transfer to the other rope for 山頂ライン。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。走吧。接着走，快爆了。这个位置就是树冰高原站外，当时我们到达的时候，滑雪客排队的情况一样，天气好，又是假日的话，人也是非常多。可是第2段缆车消耗人潮的速度比第1段快太多了。这边进站搭乘第2段缆车，你就可以看到右边有自动感应雪票的闸机，是给滑雪客排的；左边是人工验票，是给持有观光票的人排的。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说的排队有分流。可是进去之后，其实大家都是一起搭乘。接下来在这一段缆车上的景色实在是太美，你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完整的树冰雪怪。我甚至觉得这种视角加上移动感，比在山顶看还要感到壮观，所以就好好放给大家看咯。历经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到山顶啦！这里的风非常强，气温也比山脚低很多。记得务必提前多穿一点穿有帽子的衣物，穿防滑能力好的鞋子。站内这个地方有免费的雪靴可以借，戴墨镜或是雪镜。至于为什么，你看我们等一下出去的画面就知道了。山顶有几个打卡拍照点，我会标记给大家看。除了车站上方的观景台本来视野就很好之外，今天因为天气真的太好，其实在山顶到哪里视野都超好，甚至我们等等在另外一个方向可以看到太平洋。这里雪地反射阳光很伤眼睛，也很难好好看风景，风又很大，所以我马上戴起我的雪镜。这里毕竟主要都是雪堆积的，而且有很多地方高高低低的，其实都蛮滑的。像这个人在很平的地方也稍微滑了一下，所以鞋子很重要。你们有跟这边的名胜拍到吗？虽然它被埋起来，地藏王，它原本会露出来，因为雪太深了。在那下面的，对啊，这撑他的头，它只是它头，因为雪太深了。对，雪太深。哦，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。走过地藏王到这个边界，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说的太平洋。其实它是仙台湾，这个视野真的太好。然后我们又花了很多时间上来，所以我们在这边拍了真的非常多照片。能看到这样完整形态的树冰雪块，搭上这么好的天气，一切都值得了。看我们拍的照片啊，穿有帽子的衣服，有戴雪镜，装备充足的情况下，其实你也比较好拍照。不然你看我们很多人眼睛都闭着拍照，然后头发乱飞，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准备好再上来吧。如果会爬被康去的人上去那边滑下来很赞。
对啊，就是直接滑速冰滑下来。明后天想试试看，结果后面2天我们在山腰或是往市区看，其实天气是不错的，但实际上到山顶之后，天气其实都超级差，根本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我没有达成这个愿望。那你如果也是很不幸遇到天气真的很差，但你时间有充裕的话，我建议你不要急着下山哦，可以在这间山顶的餐厅点个东西吃喝，从餐厅内的窗户看出去就可以看到外面的状况，休息待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天气或能见度转好，一转好就马上出去看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看苏冰的这一 part 最后的最后下山的部分，当天我的12位朋友因为还来不及租滑雪装备，所以他们都坐缆车下山。我自己有带装备，就选择直接滑下山。我真的强烈推荐会滑雪的大家一定要用滑的下去。缆车下山当然比较稳比较安全，但是滑下山那个树冰在旁边滑过去的体验真的超好，沿途雪道周边的树冰风景也比山顶美太多。但这2个下山的方式，全程我们实际都花费不到30分钟，其实是差不多了。也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滑下山，路线不太熟的关系。但你如果是下午或傍晚才下山，我相信人潮应该会多很多，应该会比较久。大家一定会问，要怎么才能顺利抵达这个著名的白雪世界呢？接下来我就来讲讲我们超舒适又弹性的交通安排。这趟藏王行，我从神户出发，另外12个朋友从台湾出发，我们直接在仙台机场集合，在一起前往山形后上山。但说真的，冬季前往藏王的交通其实稍微有一点复杂，这是藏王缆车官方所有交通方式的简图。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从其他国家来的旅客，我相信大多数人一定都是搭飞机到仙台机场，或是由日本国内线搭到山形机场。接下来的交通路线基本上只分2种。一个就是直达藏王，另外一个是先到达山形站之后再想办法上山去藏王。那山形机场来回的巴士基本上都会配合你国内线的航班，如果是直达藏王是预约制的，到山形站的话就不用。那因为我们这次大部分人是从台湾飞过来，所以我们只考虑从仙台机场出发的方式。大多数在网络上你会看到的方式，第一种就是直接搭巴士到藏王，但这个一天只有3班，而且一样是预约制。好处就是不用转车，但缺点是如果我们想要移动到其他地方，只能再搭车，相对比较麻烦。那第2种常见被介绍过的方式就是先搭巴士或是铁路交通到山形站，但这个巴士更少，一天只有2班。班机时间搭不上的话，基本上只能搭铁路。铁路班次虽然很多，但是还要转乘，比较耗时间跟精力。到达山形站之后，你可以选择转乘巴士上山，或是搭计程车也可以。以上所有常见的方式，第一就是要搭配所有车的时间，第2就是弹性相对低很多。所以我们选择很少人介绍过的，从仙台机场包车到山形站之后，再租车自驾上藏王。这个方式真的很舒适，我觉得又很适合走自由行的大家，也能补足一些藏王雪场的痛点，让你的行程有更多样的选择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我第一次来大阪的伊丹机场，今天要飞仙台，延误10分钟。而同时，朋友们则是从台湾搭长荣航空桃园直飞仙台。大家都说这段航班雪季超贵，到底有多贵？我们选择的是2025年农历新年后2周，2月14号出发到18号回程。台湾飞仙台的航班比较少选择，因此票价通常也比较高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当初实际观察到的票价变动趋势。从6月初最便宜大概16000，一直到8月底涨到26000，后来一直到出发前就大概在23000跟33000之间浮动。其实在年初更早的时候，我们有看到12000、13000左右的价格，所以大家如果雪季也要飞这段航班，可以早一点去关注这个机票价格。而我们实际是在7月25购票，票价是19780台币。现在我在仙台机场等我其他12个朋友，因为我提前2天先去关西找日本朋友，所以我是从国内线进来，大概找他们2个小时。我们这个时间点倒很尴尬，如果要直达巴士的话，就是只有5点那一班，明明我们就这么早到，所以后来我就来这边之前，我就一直找有没有包车，可是网络上真的找不到，大部分都是去仙台或是一些旅游的包车，反正就是没有从仙台机场到山形车站的，因为我们有一部分人不是全程都滑雪啦，我们还是要有车比较方便，他们可以去跑行程，才
才会这样子做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来机场问问看现场有没有旅行社是可以包车。我问这里，他跟我说没有。结果在这边找到就是帮我们叫包车的，他现在帮我们问。谢啦，谢啦，很感谢。那我先帮你算钱，好，车子加油钱加高速公路加那个介绍费 ，OK， 128800。OK， 这个很容易满，他们5点的那一班。对，因为大部分长荣、新宇、那个香港，他们也全部都挤得下午。所以现在那个晚上5点人蛮多。哦，一天就2班，有多少？我觉得太不方便。对啊。因为很常碰到客人都问说啊，我早上没办法就要去仙台车。糟了。看要不要先去等他们？他们说3点车会过来。好。就他刚好是台湾人，就很讲中文就很方便。刚好他们有配合的当地的包车公司，然后他就帮我问。当天大概提前2小时啦，就是1点问的，然后3点的约车，他帮我处理好，超好。费用当然不便宜，我们是包游览车，我们才13个人，因为很临时，一个人大概9980台币，大概一个人2100。然后如果原本搭这的话，或是搭巴士，一个人大概400-500块台币啦，反正大概5倍的价钱。可是我觉得第一天省时省力，早点到去玩比较重要。联络我有加他，但有需要的可以留言给我，跟我要联络方式。都处理完后，我就放下心了。离朋友到出关还有时间，我就去吃了来仙台必吃的牛舌。机场这家就还不错吃，推荐给大家。吃饱后，朋友们就都陆续出关了。所以你们2点到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半小时出来，那很快啊。他们提早到了。就是飞机有提早到哦，对，最近很早。那我们等一下晚点那边就 OK。哎，你最后一个，走啊。他那时候说游览车，我想问2天多就 OK 啊，因为是游览车。等下每个人都可以躺在这里。哎呦，好大！这一个人坐一坐，真的一个人坐一个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帮你们安排车的是我啊，我是因为，然后你们今天就大概1个小时到1个小时半，如果没有下太大的雪的话，大概1个小时多就可以到，就直接送你们到山顶车站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那车很新诶。哦，我们到3星车站呢。到了，下雪了。嗨，来了，先去车站。我想尿尿。如果你跟我们不一样，不是要租车，而是要搭巴士上山，也是在3星站东口这边，现场买票请到这一个店面的位置。如果你不滑雪，只是纯旅游的话，它有一个巴士加观光缆车的套票。套票只是不用分3次购买比较方便，但没有优惠，而且你到缆车站还是要换实体票，而且现场买没有优先券哦。巴士也没有指定的车次跟座位，所以必须要到店外面这个巴士站的位置来提前排队。人多的话可能会有加班车。买你可以需要的东西。吃饭其实可以不用急啊，等下开车去其他地方吃也可以啊。那就自行行动。对，反正5点半这边就这个门口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那个 Toyota 的租车站，往那边走。那边哪？看到了。哎，你们有驾照的先来搜一搜。我先问他一台车可以登记几个？对，再分配。哎，有的あります。We have 3 car reservation. Check starts today. Return 18, yeah. 11:30 Yeah. a.m. 3 car full ready. All snow tire, right? Okay. Yes. ETC car. 全部 regular. Yes, Mantan. Wow. Page. Oh, can pay here. How many driver for one car? Next month? 7 people, 7 people, 7. 哦 ，good。哎，结果他3台都帮我们登记7个人，所以我们可以随便开，就都可以。然后就他们也是不嫌麻烦，我不知道可以这样在韩国不能这样弄，最多3个人一台车。这种重要啦。重要啊，因为如果保险出问题会没有办法处理啊。如果你不是那台车的登记的人。哎，这样很好哎。是啊。对啊。哇。明天白天是好天气，这样超爽。就是要晚上补选，然后白天好天气。对。这2台都我们。我们在租这台的时候，我们看是可以放至少3-4个，结果实际根本就不行。有一个坐地板啊，屁嘞！我还有雪板呢。3台车，2台小的，1台大的。啊，这台这样塞几个行李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
7，2个学袋8，然后只能坐3个人。你说这台车是电子后照镜哦，所以挡住没关系，就多一个行李，9个。其他车只放1个。另外哪一边啊？空的啊。对啊，给那对夫妻坐。坐各5个人，然后放一点点行李。这2台车超不能载行李的，不推。靠，这机器很厚哎，2边。现在重踩应该就会滑一下。还是踩看看。刚刚转弯的时候就滑了一下。哦，右转。这个啊，你说这个三角形？对，这一定要停。哦。这里是因为地板看不到，不然正常会起来停。要完全停住 OK 再起。对，一定要停住。他们在干嘛？要丢雪停。对啊，是。我们一下车就被丢吧。我们右转，然后就绕了一大圈。我们刚才也是走车啊，也是绕一圈啊。那你们怎么那么快？因为在藏王的山上，这个雪场夜滑的雪道开放区域很少，夜间宿冰的活动，前1个月刚好有朋友去，评价不太好。而且我们第2天白天其实已经有看到很棒的宿冰，所以我们就不打算晚上上去看。加上山上这附近的餐厅选择很少，旺季没有预约又很容易客满，我们第1晚就吃了一次闭门羹。我们也不想要每天都吃住宿的公餐，所以有车让我们可以开下山到山形市区吃饭逛街，这样的安排也可以让行程更灵活，甚至在滑雪后可以悠闲的盥洗后再舒服的下山用餐，甚至倒数第2天，大多数的人都不想滑雪，跑去观光，开车当天来回去了狐狸村还有银山温泉，而我那天还是专注在藏王滑雪，所以我在这边只跟大家简单分享朋友回来告诉我2025最新银山温泉的实际体验。他们先去了比较近的狐狸村，再开到比较远的银山温泉，整个路途其实比上藏王更好开。再来则是必须先停在银山观光中心大正浪漫馆旁的停车场，转搭接驳进到银山温泉。现在都必须事先上网购买入场票，他们说这个票其实只是为了管制进银山的人流，本身就包含接驳车，只有在搭乘接驳车的时候会看这个票。上去后进到银山温泉，并没有太严格的控管停留时间，朋友们他们当天实际待到天黑后拍了很多美照，才搭最后一班接驳下来哦。最后一天实际给大家看看白天开下山的画面，相对晚上白天开这段其实更容易。回到租车站还车，顺便跟大家总结一下，我们租车自驾跑不同地方3台的总花费个别是多少？来还车啊！2台车我开高中了。阿爸跟这哇，你开那一段油钱都3000，小台车差不多5000多，多1700。这次交通的关键在于弹性安排，包车加自驾的组合，让我们13人团节省了大量的转乘时间，也让整趟行程安排更加顺利，尽量满足了每个人的需求。那除了交通，在传统日式温泉饭店众多的藏王山上，什么样的住宿能在馆内泡汤，又有舒服的独立卫浴，方便走路就可以去看树冰跟滑雪，还能轻松搭配自驾去观光或是上下山吃饭购物呢？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把藏王的住宿分成3大区域，并告诉你他们分别的优劣势与适合人群，再分享我们实际入住过的3间住宿体验心得与价格。首先，第一区是在山形站周边，这里的住宿最便宜，生活机能最好，一个人1个晚上大约台币1300到2000，但缺点就是要想办法每天上下山去藏王。我们实际没有住这边，但那时候有挑了一家，就在山形站的上面，距搭巴士最近的一家存起来。这间完全就是以距离取胜，转车方便，价格也还算合理便宜，它叫做山形大都会饭店，推荐给大家。第2区是温泉街和上姿台区，这里以传统旅馆为主，有浓厚的泡汤气氛。不过大多数的房型都没有独立卫浴，这附近的上坡多，而且蛮斜的路又很窄，走路开车移动都相对不是很方便。虽然这区对我们来说有很多不适合的点，但你如果是搭大众运输上山到藏王，又是完全零经验的滑雪初学者，想要住在雪场旁边，又要相对省住宿费，那我还是会首推
推你住这区，因为这区的雪道相对较多平缓又直的初级道，比较适合零经验的新手在这边上课练习。还是要建议你住在缆车站附近，而不是巴士站附近，因为巴士站虽然看起来不是很远，但你要每天爬上山搭缆车，其实超累的，除非你的住宿有接驳啦。那这一区的住宿其实蛮多人介绍过了，我这边就不再多做介绍。第3区是中央山路缆车站周围这区，也是很靠近雪场，而且离树冰缆车超近，我觉得是滑雪和看树冰最方便的选择。我们这次因为自驾考量，需要路大好开，住宿要好停车，不容易停满，又偏好有独立卫浴，希望走路就能去雪场或是看树冰。基于这些原因，3间住宿我们都选在这一区，但要注意这边价格通常都比较高一点。附上这3个区域的比较表给大家。接着马上带大家来实际看看我们住的地方。我们主要分3个地方住，第一个是这间叫做喜乐酒店，我们是4个朋友住这边。它是这3间中位置最好的，位在2个主要的缆车站中间，属于中型的温泉旅馆，但是规模比我们主要介绍的那间住宿小。朋友预定的是2个晚上4人房，有含早晚餐，就在藏王的主要路上，停车场就在马路斜对面的位置，交通也是非常方便。然后走过来一点点，这间绿色的叫做普塔楼，2个朋友住这边。这里去看树冰，只要走过马路，马上就到了，很近了。因为这间比较是属于西式的公寓式民宿，加上是双人房的关系，所以房间内空间比较小一点。提供的餐点也是属于比较西式的，本身馆内也没有温泉可以泡。停车场位置我看也只有门口几个，其实相对少一点。然后其他11个人都跟我住同一个地方，山路站的对面这一条，这边走进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。左边这个是很有名的四季，真的很贵，真的超级贵。我们这次最主要的住宿就在它的旁边这一栋被雪挡住了。虽然走到树冰缆车稍微远了一点点，当初会选这间旅馆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每天刷价格，意外在某一天看到相对很便宜的房价就赶快下定。这样的品质，这样的宽敞空间，在这个区域通常每个人每晚没有花个5000块台币以上是订不到的。他们人员的服务态度都超级好，而且没有太多沟通上的问题。我们事前写信临时加人，甚至当天有朋友的住宿临时被取消，我们现场才问可不可以加房，柜台都很耐心的帮我们解说跟处理。我们住宿的泡汤有2个，一个在室内，一个室外。室外是这个，很有气氛呢，旁边都是雪地，然后一个小木屋，它叫代吉之汤，是露天的，是我们住宿专用的啊，因为泡汤不适合拍给大家看。住宿就在这个泡汤的对面，你开来停车就是停在这里，就是它的住宿停车位都蛮多的，我们没有不够停的问题。左边是大门 ，check in 都从进去，可以吗？它加多少钱？一样吗？就是原本1个人价钱，它会加3个这样，应该是。Your reservation whole night? Yeah. 8%. Yeah. But Yeah. 3 person. Yeah. Total 11. Not include dinner and breakfast. Yes. 不过看看还有没有房间呢 Is there still have empty room? 有空房间，但必须每天移动房间。啊，还有房间啊？我看上面没啊。我也是以为，我刚刚问他いくら？同じsame price. 本当？啊？1人同じ。はい。你直接加一间房就好了。啊 OK。然后我们滑雪的人的话要走后面这边有一个小门，那就是干燥室。然后有看到这个连通道吗？太习惯讲连通道，连接在这里。我们住宿在这一栋啊，室内的泡汤就是从这个这样走过去，在这边泡，室内的不用走出去，24小时的哦。我要去把装备脱下来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们住宿人都是滑 ski， 只有我们这一群朋友是滑 snowboard。藏王真的很多 ski， 毕竟它真的比较适合 ski 啦。这是我们住宿的大厅，吃饭的地方。住2楼，还有电梯。它就是3楼而已，然后房间不多，这样看起来是只有22间。这是我们的房间。明天白天再拍一次。感觉白天会很漂亮。对啊。
这个饭店有免费接驳，只是在柜台跟他讲说要去哪个地方，他就接你去，或是在雪场打电话，还蛮方便的。总结一下，这3间在来这区就是交通非常的灵活，白天方便滑雪或是看树冰，中间还能回房间休息，晚上也能轻松开车下山到三星市区吃饭购物，回来又不怕没有地方停车。那我们这次大多数人都没有选择住宿的副餐，我们都吃什么呢？开车去吃饭到底又多了哪些选择？今天是在藏王的最后一天，剩我一个人来滑雪，他们其他人都去一站温泉跟狐狸村观光。喂，你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你们也要回来吗？我们等一下7点硬山结束才会回来。应该没有要吃晚餐吧？就是如果你可以接受8点多吃饭的话，那搞不好可以约在藏王山下。我 OK 啊，我就回去先洗澡啊，因为洗完澡比较舒服。好啊。出完了，累死我！我第一次下这么大雪，地板积雪这么厚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在日本的山路之下，有点可怕。订9点的餐厅，我一定会迟到了。啊，这个车怎么可以这么没力的一直晃？路上像我都开3、40，没有很难开啦，都不会晃。如果雪这么大的话，但是就是视线蛮差的。因为我刚刚打到手动挡，难怪那声音这么大声。终于顺利开下山。那接下来，因为我不是专门在拍美食的，美食说明的部分就直接用文字跟画面给大家看，就不多做说明了。今天就这个。然后以后大家都想收集，所以就赶快看那卡。你要雪服贴纸，要拍之后有华人跟你看。美女手捧的肉更好吃。太太了，对，要是他按一按就生意火爆。这个女生就很刚刚在站对吧？3片来吗？还是6片？6片的。6片让他上。我把它摆好。都可以吃了，全夹，赶快夹一夹。牛师傅。有开吗？很凶啊，他超凶的。他是因为车站附近才这样吗？我也很久没吃到这种，就态度是这样子的。终于到最后一趴，我们来简单说一下藏王山上的餐厅。我这趟其实都没有在藏王山上吃过饭，因为我去滑雪几乎都是直接在便利商店买好喝的吃的，简单解决就继续滑雪了。所以我这边就是带大家看看有拍到的几家店供大家参考。在雪场外，离我们住宿很近的有一间叫做藏王名品馆能登屋，可以买一些伴手礼和纪念品，像我就买了藏王的贴纸贴在雪板上，还有藏王山上这边唯一一家便利商店 Lawson。我的食物都是从这边来的哦。而在雪场的内部底部，在3号缆车的位置有一间叫做101的餐厅，横昌23号缆车的位置也有一间餐厅。在雪场内要搭缆车或是滑雪才能到的地方，山顶的位置有这间餐厅，我前面有提过了。然后在搭乘2号缆车的位置有一间专卖番茄料理的餐厅。而在鸟兜站的位置，也就是3号缆车下车的地方，这间咖啡厅听说东西也蛮好吃的。而最后一间大概在搭12号缆车的附近，三五郎小屋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。这次藏王的第1部影片非常的长，我花了非常多时间整理资料，就是希望给大家最完整的资讯，也在时间轴做了章节，让你好找你需要的资讯。所有的网站、工具还有地点，我全部也都会放在说明栏，有需要的自己去找。如果你还有余裕的话，点个超级感谢，请我喝杯咖啡吧。片中有任何错误或是资讯不清楚的部分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让我知道，我都会尽量回答大家的。安排好住宿、交通、餐饮，也看到了树冰。那另一部分最重要的滑雪呢？下一支影片我会分享这趟滑雪行最核心的部分——藏王的滑雪体验，包括教你如何快速到达山顶的树冰区、探索雪场、教练课以及雪具租借的分享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你才不会错过我未来的新影片啊！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